川普总统的推特发文5.7万，拥有的粉丝超过了共产党的数量，疯狂的引起全球舆论的哗然。哪怕是总统也没有余地去商量，宪政制度靠的是非暴力的和平谈判，善结制造事端是共产党的伎俩。相信谣言很愚蠢，全都是带风向，他们是因为美国陷入动乱，趁机社会作乱。美国的牛逼之处是靠法律决断，从来不是靠什么见不得光的卑鄙手段。爱国的热忱，痛苦的黎明前的黑暗，把那些卑鄙的小人扔进垃圾箱。嗨，乌鸦三语，暴力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今天呢，我用一个 rap 来开场，比较特别，对吧？因为我不是专业的 rapper， 所以呢，技术不行，大家凑合听吧。好的，我们还是来说时政。因为推特和脸书禁用了川普总统的账号，数千万的川普支持者当然无法平息内心的愤怒。抛开选举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带来的分歧，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件事情它意味着是对言论自由赤裸裸的挑衅。本期节目乌鸦三语将带领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民主的灯塔美国对于自己这个国家最为珍视的言论自由，对于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它将何去何从，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舆论的操控来进一步加剧美国的撕裂这一事实的分析。整个节目预计10分钟左右，请朋友们听我慢慢道来。社交媒体去封禁一个人的账号，无论说这个人是一个平民百姓还是总统，那么他们是否有这样的权利？真的已经撕裂到两边的人拔枪相见的时候，那美国的军队他要帮哪边打？难道是再打一次内战吗？也就是说，给川普总统封号事件让推特一口气蒸发掉了26亿美元。纵然美国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但他们能怎么办呢？派出自己的无人机飞到自己的国土上边，用杰达姆炸弹对自己的国民定点清除吗？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在国会事件发生以后，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呼吁弃用推特和脸书，改用加密通信软件 Signal。从上个星期四，也就是1月7号，马斯克发布推文建议大家都用 Signal 以后，股市的投资人似乎是没有搞清楚情况，大家呢误打误撞的一窝蜂的去疯狂购买了 Signal Advance 的一只股票。虽然它和那个通信软件都有一个 Signal， 但他们两家完完全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当天这只股票的股价就上涨了 527%， 几天以来股票暴涨了 5643%， 它的市值呢从6号，也就是马斯克发推文的前一天的5500万美元，直接飙升到了 31.64亿美元。所以就说啊，大家看，被一个世界首富的一句话发的一个推加持过的一个公司，几天之内它的资产能出现几十亿美元的增幅，也就是几百亿人民币的增幅，牛逼吧？可怕吧？由于这个涨幅太过惊人啊，这个真正被马斯克推荐的软件公司 Signal 呢，赶紧出来发文澄清，但是股民们的投资热情似乎并没有减退啊。到了12号，股票价格呢由一开始的每股 0.6 美元，也就是6毛钱，涨到了最高峰的 38.7 美元。最后呢，一直逐渐回落到现在的10美元左右，这应该是我见过这个股票投资市场里边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再来看推特的股票，在11号的时候，它的收盘价格重挫 6%， 它的总市值从8号的409亿美元下降到了11号时候的383亿美元。也就是说，给川普总统封号事件让推特一口气蒸发掉了26亿美元。有评论说这个市场反应有些过度，但实际上呢也是符合预期的，因为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边总共发文 5.7 万则，吸引了8900万的关注者。那么这些用户他们在阅读川普推文的时候，顺便可以阅览的广告，以及这些用户本身用户习惯的培养以后可以带来的更进一步的商业价值，估算下来的话大概有20亿美元上下。回到主题上边来说，社交媒体去封禁一个人的账号，无论说这个人是一个平民百姓还是总统，那么他们是否有这样的权利呢？
在基于这次封号事件的所有讨论里边大家都在围绕是不是这些公司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从法律角度来说呢，第一修正案它只是约束政府行为的一个法律，它呢是禁止美国国会制定任何妨碍宗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侵犯新闻自由与集会自由等等的权利的法案，它对私人公司没有任何的约束力。更何况在这个事件当中，推特和 Facebook 这些公司在用户注册的时候会提供出来一个用户条款，当用户接受了这样的条款以后才能使用他们的服务，当你违背了这个条款的时候，他们可以有权利终止服务。在这样的用户条款里边服务方通常都会给自己预留很大的权利，大多数时候他们可以在没有理由并且不通知你的情况下就终止你的服务。所以说在这次事件当中，他们只不过是停止了继续提供服务给川普。如果说法律上边有什么漏洞有什么问题的话，川普本人或者这些被封禁账号的川普支持者们，假如他们一起去状告这些公司的话，那这几家公司肯定是要赔到倒闭的。所以就说法律上边它没有任何问题。在中文的新闻界里边，现在主流的声音是这样的：美国大选闹到这个地步，不但是美国的悲剧，也是民主政治的幻灭，世界自由的灯塔正在熄灭。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的吗？首先呢，除了 Facebook 跟 Twitter， 如果川普想以个人名义发声的话，那他自己可以建立一个网站以川普总统的号召力，我一点都不怀疑他可以在24小时之内拉扯起一个电视台，或者是重新拉起一个社交媒体的 App。 所以说川普总统他并不缺少发声的渠道。那更不用说，如果他要代表自己总统的身份来发言，他可以直接在白宫就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更何况还有成百上千个社交媒体 App 可以用的，对吧？如果说现在这些主流的社交媒体公司他们一边倒的是支持左，那么必然就会让支持右的这些社交媒体公司发展起来，并且发展壮大，把这些现在暂时被抛弃掉的用户重新聚合在一起。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被川普的死忠粉们判了死刑的这些主流媒体们，他们在做取舍的时候，他们选的可能并不是左或者是右，他们选的是生或者是死。试想一下，美国因为此次总统大选而进入一个动荡的时期，如果真的已经撕裂到两边的人拔枪相见的时候，那美国的军队他要帮哪边打？难道是再打一次内战吗？如果进入到这样的情况下，那华尔街是不是得长期休市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是不是也得关门大吉？你说办公室门口那个子弹乱窜，他们还能坐在那儿编辑照片写新闻吗？这些所有公司的股票市值它还能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吗？这一次美国这个事情，如果真的让共产党离间计得逞了的话，让美国人自己打起来，让美国进入动荡之中，中国的 GDP 预计2027年超过美国，那么这个日期就还要提前。肯定有朋友说我是汉奸卖国贼，中国的 GDP 超过美国怎么了？这不是好事情吗？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用正常的手段，那当然是好事情。问题是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下的权贵经济，它是不与人民分享这些利益的。就比如说国际原油价格一直在下降，但是中国国内的油价你见过它给你调降过吗？再说南海在开发的那么多的油田，花了那么多的钱，下饺子般的制造了那么多的军舰，派出了那么多的部队，可是开采出来的石油跟老百姓有1分钱的关系吗？油价只会上涨，它根本不可能下降。所以说骂别人汉奸的时候，你先自己动脑子考虑一下，如果美国进入动荡的话，受损的可不只是他们媒体行业那一点点利益，整个美国的经济，每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说，都将承受巨大的代价。纵然美国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但他们能怎么办呢？派出自己的无人机飞到自己的国土上边，用杰达姆炸弹对自己的国民定点清除吗？如果说1个星期前美国国会骚乱事件发生之前，邀约大家上街的声音是正常的，那么到了现在，如果还有这样的人的话，那他可真是其心可诛在 YouTube 上很多的中文频道主，他们都在坚持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川普一定还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动作在背后。三宇哥历来都说凡事不能走极端，对不对？很多人都期盼着川普就是那一个拿着斩妖剑惩奸除恶的明君，只要川普连任，那世界就太平了；只要川普连任，那中国共产党就倒台了；只要川普卸任，那美国的灯塔就熄灭了；只要川普卸任，那美国就完蛋了。
那大家说有这种想法的人，他和中国的这些小粉红，或者是那些历朝历代跪在地下的草民来说，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一个伟大的领袖，盼来一个伟大的皇帝，带他们脱离贫困，带他们走上人生的巅峰，又有什么区别呢？像美国这样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这个国家它当然是受资本来驱使的。那些幻想着川普总统可以把这些盘根错节的资本的力量把它挖出来，把他们消灭掉，你们这是要干嘛？你们这是准备打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他们这些人好像刚刚才知道资本主义原来是这样运作的，这些应该是小学初中时候政治课的内容好吧？一句话，这样的人他不是蠢就是坏，他坏在哪儿？凡是准备挑拨离间的，制造美国撕裂的，那他就和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脱不了关系。我就觉得到了现在还要死挺川普的这些中文的 YouTuber， 无论说他是收了共产党的钱去有意做这样的事情，还是无心的被动的陷入了中共布下的这个舆论战的大环境大方向的这个局里边去，自己看不清楚任何事情。当你们无法看清它的全貌的时候，那么你们就看一下是谁在得利，这个得利的人必然就是整个事情的始作俑者。如果说川普总统继续连任的话，那他对于中国共产党能打出的牌还能有多少？最坏的结果也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了吧，对不对？总不可能真的要打热战吧？中美热战除了军火商之外，整个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企业家是盼望着他们去打的啊！当然了，俄罗斯除外。OK， 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呢，他已经无所谓是哪一个总统再上来了，反正川普最坏也就这样了，对不对？拜登呢可能会稍微好一些，但是呢，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在这两个人都不怎么地的情况下，如果川普总统连任，共产党得1分；如果拜登总统继任，中国共产党得2分。但是呢，如果让他们两个打起来，那共产党直接得10分。那大家说，如果你是中国共产党，你怎么选？这个很难理解吗？自从冲击国会的事件发生以后啊，对于墙内的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好消息那可是一个接一个的没停过。比如说胡雕盘兴高采烈的发英文推来讽刺川普总统，你说他要像一个小孩子去借一个抖音的账号来用一下。国内的这些文章呢，已经炸开锅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民主的灯塔已经熄灭了，他们已经倒掉了，他们还在大肆鼓吹说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民主下的言论自由，快看你们的灯塔国言论自由也只不过是摆设而已。还有预计在今天去访问台湾的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这个事情也被取消了，蓬佩奥的访欧洲的行程也被取消了。对于他们来说，这可是一连串的振奋人心的消息啊！但是三宇哥就想说啊，这些都是小问题。美国的牛逼之处是在于它的宪政制度，以及它的容错能力与纠错的能力。在美国很少有错误可以犯第二次的机会，这个才是美国引领这个世界200年的原因。美国宪法的第1修正案是230年前就通过的，保证宗教与言论自由的一条法律。230年前的法律，它当然无法预见到，在今天的这个由信息可以创造财富的时代里边，由这些互联网科技巨头建立起来的垄断。通过川普总统这次被晋升的事件来说啊，他毫无疑问的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当政者的警觉。任何一个有能力去推动法律改变的人来说，他们一定会抓住任何的机会去打破这样的高科技的信息垄断，无论它是欧洲还是美国，甚至是中国。所以啊，大家一定不用怀疑，就在下任总统任期之内，一定会在法律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下期再见 ，Peace。